你有没有发现，每次要做重要决定的时候，脑袋总是一片混乱呢？如果脑中的好点子没有一个固定的整理方式，最后通通都会变成一团乱。就算你有再棒的想法，最后它也只是变成说说而已。我发现写日记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整理思绪的方法。其实写日记它不只是记录生活而已它还可以是我们最好的决策伙伴。接下来我想要跟你分享6个超实用的写日记技巧，让你可以把每天写日记的时间变成是你最有价值的思考时间。每天早上你只要花个大概20分钟左右，就能帮你的脑袋建立一个清楚的思考系统。下一次你要做决定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犹豫不决了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在每天一开始要写日记的时候，我不会马上直接开始写，我会先翻看昨天或是前天之前写过的笔记，然后接下来去找一个我有感兴趣的段落，或者我想要继续思考的问题，然后再从那个段落接下来开始写我今天的日记。当我找到我想要写的日记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就会替之前这个日记的段落去画线。现在在画面上面，我画线的这个段落代表是我想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，然后接下来我会替这个段落去进行所谓的编码，这样子的概念是来自于卡片和笔记法。紧接着我就会开始去写今天的日记。首先我会先把这个日记的编号先写在日记的左上角，然后再写今天的日期。这个编号的作用是可以告诉我说我是延续这个概念去继续思考的。而在右上角我会去写下这是第几篇的日记。这个序号虽然看起来很像是流水号，可是有激励自己可以持续写下去的一个动力。接下来我就会开始正式的来写日记。当都写完日记之后，接下来我会做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，叫做注解。我会替我这一天我写下来的文字，然后去划线，接下来进行思考。在思考的时候，我会去写下一些下一步的行动事项，比如说我今天可以用这项资讯，然后来做什么样的内容。这个动作叫做后设思考，就是我们替自己写下来的文字，然后去想一下这段文字它可能有什么样的目的，以及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去使用它。最后我来整理一下我在写日记的6个技巧。第一个技巧是使用编码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延续思考某个议题。第二个小技巧是使用序号，因为看到数字就可以激励自己持续的写下去。第三个是使用注解，也就是针对自己写下来的文字去思考说它也许有什么样的用途。第四个是可以搭配卡片来使用，如果自己有想到什么样的行动事项，可以写在一张小卡片上面，它会变成今天的待办清单。第5个是不要让手机放在自己的视野面前，这样子的话会比较不容易分心。而第6个话是在写日记时可以使用叉叉笔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不用使用像修正带，然后用叉的方式就可以快速的去修改文字。以上就是我在写日记的6个技巧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